考古专家在秦始皇陵里发现了一个用过的小孩嗝屁套。就在全网震惊于此次发现之时，我却看着电视上播报的新闻露出了尴尬之色，因为这特么是我一不小心丢下的。而在此前，我受邀参加恋爱综艺节目，选择约会地点时，别的男嘉宾都是带着女嘉宾去浪漫的土耳其，而我却是拿出丝袜往头上一戴，对着国民女神刘菲菲就说走吧，古怒丽影了解一下。说完，我拉着她就往我刚挖出的盗洞一跳，一时间全网沸腾了。而我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最后一代摸金校尉。看着别的男嘉宾都在秀钢琴弹吉他，拼命展现自己，我当即决定发挥特长，带着刘菲菲去盗墓。起初她以为我在开玩笑缓解尴尬，还配合我说要一起去买工具。说完我便拦下一辆出租车，带她前往一条古街。殊不知我这番操作震惊了直播间众人，网友嘲笑般的说道：“兄弟们，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小子他是在邀请神仙姐姐去逛街吧？笑死我了！霸总开着大牛带女嘉宾去逛街，隔壁那个居然拦出租车带着女神菲菲去逛街，真都假都啊？没钱还敢带女神逛街？”观察室内郭小四立刻捕捉到公屏弹幕，开口道：“陈天冉要带着刘菲菲去逛街，有点意思。”主持人伊文言立刻切大屏幕，观察室众人议论不已，这小子有点东西，利用惊奇的效果来勾起刘菲菲的好奇心，这一手足以堪称是教科书般的表现，不少单身朋友们可以多多学习，毕竟套路才是最符合人心的。一席话引得谁有惊呼，一语惊醒梦中人，言之有理。如此看来，这素人的长处实际上是他擅长玩套路。好啊，果然参加恋综就没有一个简单的。出租车内，我闭目养神，一言不发，而刘菲菲凭借逆天颜值与仙气，引无数人狂热，谁都想与她亲近。但我这坐怀不乱的模样，倒引得她对我多看了几眼。很快车停在离城一条步行老街外，我刚准备示意刘菲菲付钱，司机却先一步道：“能接到神仙姐姐，那可是我的荣幸啊！车费什么的就算了，毕竟我也是刘菲菲的老粉了。”我暗自感慨，本想让她掏钱，结果靠她刷脸免了单。我细微的表情没逃过谁有的眼睛。等等，这小子在车上的时候，那动作和神态，该不会是想让神仙姐姐付车费吧？这样想来，他刚才那赞叹的模样就可以解释了呀，完全是因为被对方能免单的情况而震惊。我敲，这一定是错觉，跟神仙姐姐坐车，谁会让刘菲菲付车费啊？步行街里，刘菲菲左右张望，小哥，你不是说要带我去买项目用的工具吗？可我看这里不都是卖衣服和吃的？我微微一笑，这就是大隐隐于市，你可以先去逛逛，我去买完再来集合，到时候我们就出发去始皇陵。刘菲菲心中暗道故弄玄虚，顺口答道：“没事，我跟你走。”直播间再度振奋，网友逼震惊的感叹：“好一招欲擒故纵，太秀了！原本我以为他是平平无奇，没想到竟然是个天才。我女神被这小子掌控了呀！混蛋！”离城老街满是历史色彩，与刘菲菲仙气飘飘的气质相得益彰。观察室内，陈思辰微微点头，出奇制胜，又是选择这种古城作为烘托，这小子的情商可以说是比较高了。孟非点头赞同。没错，他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但是就这几手操作，便可以称得上是高手，说不定刘菲菲也会被打动了。暗恋刘菲菲的观察员花生看得眼红，酸溜溜的开口：“虽然他这几招很是高明，但是刘菲菲可不是那种单纯的小丫头片子，现在或许只是纯粹被惊到，所以产生了好奇，可这种经过多后产生的就会是疲惫。届时这位打着盗墓幌子的素人，又该怎么延续新鲜感呢？”这番有理有据的话，让刚想拜我为师的水友们纷纷倒戈。投机取巧没用，打铁还得自身硬。确实啊，嘴上说着要来这老街买那项目用的工具，不过就是借口。他要是买不到工具，岂不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此时的我已和刘菲菲步入老街，刚下过小雨的老街如诗如画。刘菲菲不由得一愣，心中对我多了几分赞许。虽然我满嘴盗墓不着调，但这景确实给了她极大的视觉冲击。她倒真有些好奇我还能拿出什么惊喜，但我的注意力全不在此，反倒嫌弃这满街杂乱气息的腾起影响了磁场。我来老街是因为获得摸金符后，脑海里多出了倒斗行的秘辛，这里藏着鱼龙混杂的江湖八门汇聚地，鬼市具体在哪？还需施展16字风水秘术来寻。刘菲菲忽然笑着问：“购置夏目工具的店在哪？”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嘴角勾起一抹弧度，继而一步迈出，口中轻吐：“公正通幽，擒龙道法。”随着我煞有其事的开始吟唱，刘菲菲美眸微颤，下意识退了半步，这架势着实唬住了不少人。节目组后台副导演看着监视器里的画面，急切的开口道：“王导，这小子念的东西好像有些古怪，要不要先停一停，免得涉封建迷信被停播了？”王导细想后摆了摆手，这小子的履历我看过，经典孤儿开局、放某典礼那都是钦定的主角，再加上他过去也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十有八九也是在忽悠菲菲的。众人闻言纷纷点头，毕竟玄学根本不存在。然而我这一手却在直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刚才他那一步迈出咒语吟唱，把我给惊到了，我还以为他真有什么特别能力呢。就是我也被惊到了，不过他这样做，要是最后咒语唱完结果还是找不到店，那岂不是彻底就垮台了？弹幕纷飞中，我脚步一顿，16字风水秘术已施展完毕，鬼市的方位彻底映入脑海。找到了，我低喝一声，随后看向刘菲菲：“我所要去的地方较为特殊，你若一定要跟我前去，那事先我要与你约法3章：一勿看，二勿答，三勿走远。”刘菲菲愣在原地，表情略显古怪的看着我，随后没绷住捂嘴笑道：“小哥你好逗啊，你是在演戏玩剧本杀吗？”我微微摇头，面色愈发严肃：“我不是在开玩笑，接下来我们所要去的地方乃是鬼市，里面游走着江湖之人，诸如赶尸、古尸之流不在少数，有些蛊术很是邪门，一不小心看了眼，说不定就会中蛊，所以让你误看。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精绝鬼怪，若是你跟他们搭话，指不定会被吸了点气运过去，这都是比较危险的。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不能离我太远，否则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危险。我这番义正言辞的话，令刘菲菲逐渐收起笑容，郑重点头道：“我明白了，我一定不看，答应不离你太远。”起初水友们还没当回事，可随着刘菲菲这句保证一出，弹幕瞬间炸了，特么的不离你太远！神仙姐姐，你别被他的花言巧语给骗了呀！这陈天冉太会玩了，居然用这种方式让菲菲说出略带暧昧的话，你能不能当个人？观察室内，孟非也微微昂首叹道：“这陈天冉还是挺有东西的，套路玩得那么顺溜。”彼时我已带着刘菲菲接连拐了几个弯，进入一处死胡同，雨后阴沉，狭窄的巷道与高耸的墙壁带来强烈的压迫感。刘菲菲柳眉微蹙，一股别样的感觉笼罩心头。这里没有路了吧？我淡然笑道：“有些路能看见，而有些路却是看不见。”这故弄玄虚的话让刘菲菲愈发好奇，她倒想看看我怎么演，总不能真在这儿大变活人吧？我踱步来到胡同尽头，暗自运转16字风水秘术，寻龙看命，破解机关。我抬手附在墙面之上，缓缓挪动。这一刻，视野中的普通墙面赫然化作了八卦图形。刘菲菲下意识往前走了几步，好奇我在做什么，却又怕打扰我，只静静看着，大有一副岁月静好之态。这一幕看得水友们抓耳挠腮，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有一种磕的感觉？但是这 CP 不是我想要的呀！妈呀，菲菲这岁月静好贤淑模样。我停下动作，回头看向她，你准备好了吗？她一愣，左右看了看，木讷点头，准备好了。下一秒，随着我右手用力按下，坚硬的墙面竟好似湖水般泛起层层涟漪。这绚丽的画面令刘菲菲精神一振，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等她反应，那堵墙就像机关般向着两侧层层叠叠的退散，直接露出了后面那条热闹非凡的街道轨势。当这一幕幕传入直播间，弹幕彻底疯了。说好的只是玩套路，你来真的呀？混蛋，这是碳基生物能做到的事情，开什么玩笑啊？这到底咋回事？此时恋爱 CP 节目组后台，什么？王导看着监视器，身躯猛地一颤，副导演连声大喊：“王导，这越看越不对劲了，别到时候真把节目给封了呀！”其他工作人员看着画面，脑子里全是问号，这世界什么时候变得那么魔幻？十几秒后，王导强装镇定的笑道：“这一看就是全息投影技术。”所有人都在心里犯嘀咕。大家清楚，全息投影不仅造价巨大，而且多少有些失真，可直播画面里的一切分明跟真的一模一样，尤其是刘菲菲那震惊的表情，绝不是演出来的。不过副导演立刻反应过来，大声附和：“对对对，就是全息投影，跟什么封建迷信没有半毛钱关系。”此话一出，众人立刻心照不宣地闭上了嘴，直播间的节奏也瞬间被带偏。特效，这就是特效啊！啧，我还以为他真有什么本事，没想到就是故弄玄虚。这种套路我也会，不就是请个团队来做特效我也行啊！女神看看我，公屏上非议逐渐涌现。虽然这几个观察团的都说这是 CG 特效，但是这街上那么多的人，难不成全是群演？开什么玩笑啊！言之有理，我怎么看都不觉得像是特效啊！不是说他只是个平平无奇的考古爱好者，素人这简直比霸总还要有钱啊！王导见状，立刻找人进行删除禁言。此时我已带着刘菲菲步入鬼市，街道两旁商铺林立，却笼罩在森森阴气中。刘菲菲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她坚信世界上不可能有术法，这绝对是节目组的机关剧本。心头虽有些小怒，但出于素养并未发作，只是好奇地张望四周。街上来往的行人多数面无表情，面色阴冷，擦肩而过时那股彻骨的寒意，让刘菲菲下意识娇躯一颤，往我身旁靠了靠，心里嘀咕：这些群演演技真好，真有那种奇人异事的感觉。我的视线扫过周围店铺，内心的震撼不比他少。摸金符带来的信息让我确信，南疆古尸湘西赶尸人从来都不只是传说。正想着，一双手不知何时死死抱住了我的胳膊，越勒越紧，那种奇妙的柔软凹陷感令我身躯微颤。一回头就撞见刘菲菲煞白的小脸，循着她的视线望去，只见一名手持摄魂铃的赶尸人正驱赶着3具尸体一蹦一跳的走来。这倒也罢了，关键是尸体的模样着实骇人，饶是我对这世界有了新认知，胃里仍止不住一阵翻滚。我当即抬手遮住刘菲菲的眼眸，强忍不是低喝：勿看！一句话拉回了刘菲菲惊惧的理智。等摄魂铃声渐远，她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动作有多失态，连忙松手解释：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有点害怕。我摆了摆手：没事，记得我说的就好。刘菲菲小脑瓜子点个不停，愈发觉得我不简单，心里还在疯狂惊叹，这群演和服化道简直是以假乱真了。而方才这短短10几秒，彻底点燃了直播间。那是赶尸人吧？我没有看错吧？谁家特效做的那么逼真呢？这是把观众当傻子吧？铁子们，你们的关注点怎么都在那什么赶尸人身上？难道就没有人在意过神仙姐姐抱陈天冉的手臂了呀？此刻节目组后台陷入了死寂，所有工作人员齐齐看向王导，脸上写满惊疑。这根本不像是特效，真要是被爆出实拍，绝对会引发社会动荡。节目停播都是小事，指不定还得被请去喝茶。顶着众人的目光，王导疯狂内耗。他本以为我只是会玩套路引流，谁知我经他娘的玩起了这个，还让百万网友直击赶尸现场。网友不瞎，同行更不瞎，这怎么瞒？一番激烈挣扎后，王导屏住呼吸，挤出一抹难看的笑容。没想到我们的外景制作组对场景和服化道的完成度会那么高，真是意外啊！愣头青员工脱口而出：王导，你说什么呢？我们什么时候还有？极懂人情世故的副导立刻大声打断：王导说的对，我们的外景制作组的功力还真不是一般的高啊！现场众人云里雾里，只能心照不宣的指鹿为马。观察室内众人惊得鸡皮疙瘩掉了一地。主持人依依刚想说话，就被喉咙涌出的反胃感卡住，赶紧离开镜头。悬疑导演陈思辰在泰国
我找灵感时曾遇过类似。此刻他紧蹙眉头，强忍反胃，深知这绝非 CG 能做到的。孟非和郭小四也骇然皱眉，唯独坐在末尾的花生已抱着垃圾桶狂吐不止，嘴里还不饶人的嘟囔：太假了，太假了！他死死盯着屏幕上刘菲菲抱我手臂的画面，极度的眼睛发红，心里暗骂：可恶，那是我的女神吗？但他转念一想，只要熬到最高票数互换 CP 的环节，刘菲菲就还能是他的白月光。此时的鬼市中有了刚才的变故，刘菲菲胆子缩水了不少，周围森冷的氛围让他害怕不已，他只能在心里不断默念给自己打气：这些都是假的，全部都假的，我不能害怕，不能出糗。就在这时候，我忽然回头拍了他一下，刘菲菲吓得惊呼一声，随后赶紧小心翼翼地死捂住嘴，谨遵不乱看的原则。我无奈摇了摇头，心说这才是国民女神最像小女人的一面吧。我指了指街旁一家无名店铺，已经到地方了，你可以在这等一会，我买完东西之后就会出来。不，我要一起去。刘菲菲毫无犹豫地开口，你说的不能离你太远的。我无奈摇头，女神这会儿倒挺有小女孩姿态，便挥手带她进了店。这番互动自然又引得直播间水友狂刷，杀夺七老贼。店铺内昏暗无比，短路的电灯忽上忽闪，滴答的闹钟声扣人心弦。刘菲菲本能的又往我身旁凑了凑，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出去！一道苍老的声音忽然打破寂静，我循声看去，柜台后坐着一位穿大褂戴黑框眼镜的老者。看到他的刹那，摸金符里的信息迅速融合，我稳了稳心神，开口道：晚辈携摸金符前来，向总码头买几件工具。老者缓缓抬头，镜片后闪过一道金光，买工具是吗？一旁的刘菲菲畏惧地看着老者，不知所措。这剑拔弩张的气氛让直播间的网友 C 疯狂吐槽，说好拍恋综，怎么越来越像微电影？网友 D 也是跟着吐槽，好家伙，披着恋综的皮直播拍电影是吧？还叫啥总码头，笑死我了！难不成你还要说他是谢领回首不成？这剧本杀的内容还真是有些老，虽然题材有些老，但是架不住女神她配合的。该死的老贼，快离女神远点远点！正当所有人都以为在走剧本杀流程时，柜台后的老者倏然身影一晃，唰的一声逼到我面前，毫无征兆地挥出一拳。见状的我身手敏捷，抬手硬生生接下这一击。这突如其来的交手，惊得见过大场面的刘菲菲小脸瞬间煞白。忽然老者大笑出声：长江后浪推前浪，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摸金后人。罢了罢了，说出你要的东西吧，老夫看看能不能准备。我缓缓收起发麻的右手，淡然道：冷焰火飞爪钩挂山踢。报完一连串装备，我又加了一句：对了，上述装备要2份，其中1份给他。我指了指满脸懵逼的刘菲菲，既然是出来谈恋爱的，那至少也要送你点礼物。刘菲菲瞬间满头问号，惊呼道：谁上恋综谈恋爱送倒斗工具啊？观察室内主持人一一哭笑不得，本以为我是个情场高手，没想到关键时刻竟是个钢铁直男。郭小四也无奈扶额，断定这一招过后刘菲菲绝不会再对我感兴趣，唯有花生嘴角咧到了耳根，哈哈哈哈，笑死我了！这陈天冉是真的不懂浪漫啊！钢铁直男，太钢铁直男，换作是我的话，不得送上几束鲜花。一旁的孟非却冷不丁开口，看上去他像是钢铁直男，但是他才是人间清醒。见众人疑惑，孟非继续道：送花送钻戒送车，不觉得有些老套？可如果送出一份意料之中、设想之外的礼物呢？陈思辰一拍双手，恍然大悟，高手！事先他就说要带刘菲菲去盗墓，所以顺理成章，直接借口说送他一套倒斗装备。这惊讶之中，又会让刘菲菲对夏目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同时对他的关注也将会更大。随着接连的剖析，花生的笑容僵在脸上，脸色再度变差。直播间水友也纷纷惊呼学道，唯独王导双手来回揉搓，极度沉默。他脑海中全是刚才我和老者交手的残影，心中翻江倒海。这种堪比武侠电影的真实身手也太离谱了，这真要编不下去了。但他只能强装镇定。画面中老者已去后屋准备，我打量着店铺，16字风水秘术自行运转，角落里的龙龟、麒麟与五岳真形图尽收眼底，显然是个极重的镇煞格局。只是我目前看不透他为何需要压这么大的煞。刘菲菲仍谨遵嘱咐一动不动，只拿眼睛乱瞟，心里暗忖：离城什么时候有这么逼真的影视城了？布景真是一流。他视线转了一圈，落在我身上，实在好奇：小哥，没想到你身手还怪好的。我正盯着一幅画，回头笑道：没点真本事，怎么敢带你下墓？闻言的刘菲菲只是随口应道，她打心底就不信我真去下墓，全当这是恋综的噱头，就等着我后续的反转。而此刻的我已暗中施展寻龙诀，这次的目标是始皇陵。陵墓四面封土，藏有海量水银，贸然开启避酿大火，必须另寻他法。始皇陵依龙脉而建，按风水条例，龙脉有始有终，绝不可能彻底封死。明面上的4个入口之外，绝对还有一条生路。我迈步走到店铺门口，望着远方几座高耸的山峰，陷入沉思。刘菲菲好奇地凑过来：小哥，你在看什么？我回头扫了他一眼，淡淡道：找下墓的位置。刘菲菲疑惑地顺着我的视线望去，那是骊山，你是要带我去逛始皇陵不？我重重摇头，是探险深入。我义正言辞的模样让刘菲菲微微一怔，心头憋笑。她估计在想，不就是去看兵马俑吗？还说的那么有特色。好吧好吧，只能是配合你演出了。节目组王导听着我们的对话，不禁松了口气，不搞其他幺蛾子就好，什么都能糊弄过去。观察室里主持人一听到始皇陵后，摇头叹息道：本来还以为他能再制造什么惊喜呢，最后还是看石头看陶俑啊，这些对女孩子来说吸引力可没有那么强。陈思成微微点头，确实如此。相较于拍电影，陈导对于恋爱显然更觉得自己专业，毕竟能放着家中娇妻跑去外头偷吃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到。郭小四也微微昂首，一下就落了俗套，
她虽然套路玩的丝滑，但是显而易见并不太懂女孩子的心呢。一旁本来面如死灰的花生，此刻却忽然有种拨开云雾见天明的感觉，疯狂踩低，太无趣太无趣。换做我早就各种烟雨小巷走起，浪漫气氛拉满。但是这陈天冉居然要带菲菲去看兵马俑，实在是太 low， 还不如换个直播间看看。陈思诚和郭小四听着他的话，也微微昂首表示赞同。见此情形，主持人一一开口道：“我们在刘菲菲直播间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是该去其他组的直播间看看。那请导播帮我们切换到。”等等，孟非忽然打断，闻言的一一疑惑道：“孟老师，怎么了？”孟非目光深邃，开口道：“陈天冉这个人善用套路，玩得那么丝滑，所以你们觉得他送所谓的倒斗工具，难道真的就是倒斗工具吗？”此话一出，现场众人皆是一阵愕然。而同时间去后屋拿货的老者也已经返回，摸金后人，你要的东西齐了。随着老者声音响起，观察室众人纷纷聚精会神地看去，画面上的刘菲菲同样流露出一抹期待的惊喜，但这笑容转瞬便僵在了脸上。你谈恋爱真给人女孩子送倒斗装备？刘菲菲目瞪口呆地看着身旁将套路玩得极其丝滑的我理所当然地摊了摊手。夏目当然是送倒斗装备，这没什么问题吧？总不能给你送一套洋装礼服，那也不合适啊。闻言的刘菲菲脸上满是不可思议，却又觉得我所言非常有道理。人家从一开始就说了要带自己去盗墓，现在送上一套倒斗用的装备，合理啊。当那一整套硬核的倒斗装备实打实交到刘菲菲手上后，直播间的水友们彻底炸了。秀儿，妥妥的秀儿。听了孟非的话，我还天真的以为会有反转，没想到这本质上就是个直男啊。这礼物要是送给一个男的，或许会很兴奋，毕竟两个人可以 cos 盗墓贼，然后去看兵马俑，想想都刺激。但那是神仙姐姐，开什么玩笑？观察室中4名观察员看着直播画面，皆是一阵嘴角抽搐。一一无奈道：“没想到他竟然在这种关键时刻掉了链子，真是让人失望啊！不然就以这波节奏，恐怕真能撼动女神的心。”原本黑着脸的花生，此刻则是瞬间堆起笑容，呵呵呵，还是让我们看看其他组的直播吧。兵马俑什么的早就看腻了，不是吗？闻言的郭小四点点头，确实，逛兵马俑他应该是玩不出什么火花。陈思诚略作沉思后道：“看看周小艺吧，和地下说唱歌手不知道能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几人接连开口，随后便看向了孟非，孟非也只能点头道：“也好。”随着一一的吩咐，导播将大屏幕切换，画面上周小艺正和皮皮万在录音棚里激情现场，两人越唱越是激动，弹幕上的水友也是疯狂刷屏，好有感觉啊！他们两个就像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真是啊 ，CP 感简直就是溢出屏幕了，真不错，真不错，磕了磕了。陈思诚看着屏幕上 CP 感爆棚的一对，不禁点头道：“这才是恋综的正确打开方式，隔壁那什么玩套路的实在是没有意思了。”观察团里的众人也纷纷点头赞叹，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谁说不是呢？这才是正儿八经谈恋爱啊！恋综本就有一套评分系统，现在4组 CP， 我和刘菲菲这一组无疑直接垫底。毕竟谁谈恋爱去看石头啊？而就在所有人沉浸在别人的 CP 感中时，我已经带着刘菲菲离开了鬼市，坐上出租车前往骊山。离城距离骊山并不远，坐出租也就10来分钟。只是看着那越来越偏离景区大门的荒凉路线，刘菲菲有些发懵：“小哥，你不是说要带我去逛兵马俑，怎么跟骊山越来越远了呀？”路没有错，我抬手指向天空，根据星宿方位以及地势的分析情况，最佳的打洞位置就在这边。此时刘菲菲脑门上顿时飘起一连串的问号，见对方有些茫然，我当即便开口问道：“不知道你对周易八卦又有多少的了解？”刘菲菲满脸呆滞，心说谁上恋综谈恋爱在这里扯周易八卦呀？但出于修养，她还是缓缓摇头，不懂。哎，那我就粗浅跟你解释一下。我煞有介事的开口说道：“八卦对五行，又有天干与地支，所以我们可以将这天地当作是一幅八卦五行图。而同时，当我们以八卦作为基本盘时，星宿却又是与之息息相关。因此，从这里就可以得出很多结论。”随后的时间里，我详细讲述起关于五行八卦的内容，听得刘菲菲云里雾里。因为根据我的判断，始皇陵坐落龙脉之上，那么除了明面上的4条通向地宫的墓道之外，必定还有一条贯通龙首龙尾的第5条墓道。有道是龙脉有始有终。随着我的分析深入，直播间的水友们有些坐不住了：“铁子，咱们这是恋综吗？你怎么硬是扯到玄学上去了？”“不是，我听着还挺有感觉的，这货不像是编的，他好像真的懂五行八卦呀。难不成通向始皇陵地宫真有从未被发现过的第5条墓道？”屏幕外节目组王导双拳紧握，嘴角狂抽，心中愤愤不平。别说了，再说下去还怎么瞒啊？突然就在这时，一连串的系统提示吸引了他的注意：风水民调局进入你的直播间，骊山考古研究所进入你的直播间，骊山地质研究所进入你的直播间。这波就连官方都关注了呀！王导脑瓜子嗡嗡的，这陈天冉不就是吹牛，随口说2句玄之又玄的八卦东西，至于惊动你们几个官微都来吗？真的不至于啊！这些官微的下场自然也引起了水友们的注意。什么情况？考古研究所的怎么都来看恋综了？还有那个什么地质研究所怎么也关注了？等等，那风水民调局是怎么回事？我怎么都没听过这个组织？随着几个官微的关注，刘菲菲直播间的热度蹭蹭暴涨，节目组下的立刻在公屏弹幕区置顶发表声明：本节目一切皆为虚构，切勿代入。一句话发出，直接惹得众网友大笑。网友嘲笑道：“哈哈哈，这节目组太会整活了，还特意跳出来发声明，这是生怕热度降下去了呀。”网友 B 也是立马附和，笑死人了，怎么着？难不成这陈天冉随口胡诌那么几句，就真找出了考古队都没有发现的第5条墓道吗？直播画面上听我讲完后，刘菲菲始终保持瞠目结舌的状态，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这时候驾驶座上的司机忍不住打趣道：“哈哈哈，小伙子你还挺有趣啊，看样子没少看周易八卦吧？不过我跟你讲，这数千年来想要进入始皇陵的人可不少，怕强如楚霸王项羽最后也是折戟而归。且不谈那始皇陵到底藏有什么样的危机，光是找一个入口就是最大的难题。”闻言的我坐在后座上自信满满，山人自有妙计。司机再度忍不住大笑，说句实诚话，始皇陵附近确实有不少的盗洞，但是我还是头回看到有人跑那么远的地方找墓道入口的。刘菲菲听到这番话，好奇的侧头看了我一眼，见我依旧气定神闲，没有因为质疑而有反应，她猛然顿悟，对方虽然嘴上说着去始皇陵，但这背道而驰的线路，无疑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难不成在这山林里藏着什么罕见且美丽的风景？一想到这，刘菲菲心头燃起了一丝期待。她这一副微表情本不该被人注意到，但好巧不巧，这狭小车厢内的无人直播球正好对着她的脸，不仅拍到了那惊为天人的颜值，更将她流露出的微表情呈现得淋漓尽致。兄弟们就说一句，这陈天冉他是真的有点东西啊，虽然说的东西很不着调，但却实实在在把神仙姐姐胃口给勾住了。确实，原本好几次我都以为他没招了，结果这居然还续上了。神仙姐姐期待什么？总不能期待这小子会在这深山老林里摆个浪漫的景，然后就直接表白吧？等等，如果说他带刘菲菲不是去看兵马俑，也没有什么惊喜的话，他总不可能真去挖到洞吧？与此同时，风水民调局中，青年潘宗博正捧着官微账号看直播，他本是被我那一手风水说辞惊到，才顺手点了个关注，但在看到弹幕上清一色在怀疑我是不是真要去挖到洞时，潘宗博不由得摇了摇头。当年始皇陵初步开发，局长就曾亲自出手，并确定通向始皇陵地宫的墓道绝不存在第5条。这小子听上去对风水比较了解，但是仔细看下去也就是个半吊子。他这般说着便切掉了直播。正在盯盘的王导见状，也不由得松了口气，不搞事就好，只要不搞事，那就不会被请去喝茶了。画面一转，我已带着刘菲菲步入森林小道之上，口中不断吟唱着16字风水秘术的咒语：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伴随着我低沉的嗓音缓缓响起，雨后的空气都显得更加凝固，吹来的风都稍显阴冷。刘菲菲生生吞了口唾沫，略显忌惮地打量着周围，朝我靠了靠。哎，小哥，我们这是要去哪？怎么感觉越来越阴冷了？我回头看了他一眼，开口道：很正常，龙脉葬法本就是要讲究找到生气所在进行建造，而建造好的陵墓，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将龙脉的气给吸纳走。刘菲菲再度被我的专业性给唬住，刚想开口，我却伸出手继续说到铲子。什么？刘菲菲疑惑地看着我，我面色平静地再度开口：给我拿一把洛阳铲，我要判断一下这里土质的年代和时间。此话一出，刘菲菲彻底绷不住了，什么惊喜也没有，还要让自己给她递铲子。当这一幕被无人直播机拍下并传入直播间的那一刻，水友们直接炸了。秀儿，让你参加恋综，你非但带偏了刘菲菲，甚至还要让女神给你递铲子，混蛋！人家恋综 CP 都在约会唱歌买，你居然带着菲菲去打盗洞！水友们懵逼，节目组的王导更是满脸疑惑。虽然先前陈天冉弄得玄乎又玄，让他心跳砰砰的，但是现在这一手挖土坑，实在是让他看不懂。这小子难不成是有什么大病？真想挖个洞去始皇陵地宫，也不该是在这相隔数公里的地方。正当他疑惑之际，直播画面上，刘菲菲已经卸下了身后背包上别着的洛阳铲，紧接着我娴熟的摆出姿势，开始使用洛阳铲一铲子下去，立刻带出一团泥巴。我抓了抓下巴，随后又在周围的地面上开始铲土。接连10几次之后，刘菲菲有些忍不住开口道：小哥，你该不会真就是来带我体验挖坑吧？我挖出一铲子土，仔细观察后，嘴角微微上扬，都说了要带你去探险始皇陵，总要找一条合适的路吧。刘菲菲脑门上再度腾起一连串问号，随后取出手机搜索了始皇陵距离自己所在的位置。小哥，这里足足有20公里路啊！我笑着继续挖土，刚才那一铲子挖出的泥土明显跟周围有很大的不同，必须再深挖才能更加确定。同时我也回答着他的疑惑，方才我在车上的时候跟你说过，始皇陵是建造在一条龙脉之上的，而要想吸取龙脉的气运，则需要将其完整笼罩。根据我观天象测地理来看，这条龙脉足有数百公里，相比较一些大的龙脉，这算是小了。可要在秦朝那时候，想要在这数百公里的地方上建造一座陵墓，其工程量无疑是巨大的，恐怕到汉代都难以建成，所以他们必定会选择以缩小的方式来建造。但为了汲取龙脉气运，那就需要用点小手段，比如说弄一条格外长的墓道，如此这般也算是将整条龙脉笼罩。我这样说，你能听懂吗？刘菲菲整个人呆愣在原地，她满脑子回荡着的都是：我不是在参加恋综吗？为什么我会来挖土？我明明是个女明星啊，谁家女明星上恋综是去挖土刨坑的？直播间水友们也再度绷不住了。虽然小哥你说的头头是道，但是也改变不了你带 CP 对象挖坑的事实。这种东西特么的能浪漫，离了个大谱。而在骊山考古研究所内，一名脚踩渔网袜的女子正端着手机看直播，她名叫段梦玲，是研究所的学者之一。本来只是趁着休息时间刷直播，结果就被我那一番星象地理的说法吸引了。起初见我让司机往反方向开，她还觉得是在搞怪，可当看到我得心应手的使用洛阳铲时，她就明白这小子绝对是老手。而现在这一通分析，更是让她眉头紧锁，愈发觉得这节目不简单。只是节目组发出的声明又令她疑惑满满，这到底是剧情还是真实情况？她一时拿不定主意。可倘若这陈天冉真挖出了什么东西，或许就该打电话问问节目组导演了。不过段梦玲仔细回想，当年各路泰斗齐出手都没有发现所谓的第5条墓道，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怎么可能找得到？再者，这第5条墓道是否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偌大的谜题。直播画面上，我依旧在使用洛阳铲，
甚至开始进行拼接。来，再给我来一根饼。刘菲菲神色木讷，却也没有怠慢，连忙从背包上再度卸下一只洛阳产的延长饼，再递过来时，他开口问道：“小哥，对于考古我以前也是有过了解的，你光这样用洛阳产挖土，然后看年份意义不大吧？毕竟秦代墓葬的深度都在20-30米左右，光我们这几根延长饼应该不够用吧？”闻言的我饶有兴趣的看向对方，你还懂这些？这让刘菲菲扬起唇角，人家可是有学历的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跟你好好说说。然后我继续挖土，并说道：“唐朝有个叫温涛的，你应该不陌生吧？”温涛，刘菲菲眉头一皱，心说秦代的墓怎么跟唐代扯上了关系？我继续道：“坊间古早就有传闻，温涛当年在挖掘18座唐代陵墓的时候，期间也是窥视过始皇陵的，但是这至于为什么会中断，却无人知晓。只不过世间却是流传着他副将留下的一本册子，上面详细的说明了温涛当年确实对始皇陵动过念头，甚至是依仗着他高人一等的风水之术，找到了第5条墓道。”话说到这里，刘菲菲立刻抢答道：“所以你实际上在挖的并不是墓道，而是当年温涛留下来的盗洞。聪明。”我赞许地点了点头。刘菲菲略有些得意的扬起下巴，随后又是惊讶说道：“这样说起来，位置准确的话，我们岂不就能直接挖个2-3米就能挖到盗洞的位置？”答对了，我咧嘴一笑。而且若是我们真能挖出来，那必将是载入史册的一刻。不知道菲菲你愿不愿意创造历史？愿意。刘菲菲二话不说，直接掏出了工兵铲。这一幕幕看的直播间众水友彻底炸了。菲菲，你怎么回事啊？你居然还带入进去了，我的女神！千万不要被这1-2声的夸赞给迷了眼睛。这小子就是想让你一起挖坑。骊山考古研究所休息室内，刚拆开一包薯片的段梦玲瞬间坐不住了。温涛，我以前好像又看到过这相关的记载，以前没注意，难道说真有那么回事？他瞳孔猛地紧缩，随后迅速转身钻入研究室内翻阅其古籍。而随着直播画面上我和刘菲菲的这番对话被剪辑师剪下传到网络上后，这波热度彻底炸翻了天。爆顶流女星参加恋综，最后却去挖洞，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节目组的有意为之？其他人上恋综是谈恋爱，菲菲上恋综是去干苦力挖坑，热搜上直接霸榜，这造成的轰动效果无疑是空前的。毕竟还从未有过哪档恋综男嘉宾会把 CP 对象带去刨坑干活，甚至让对方越干越起劲的。随着舆论发酵，其他嘉宾也注意到了。私人飞机上正品尝着82年拉菲的呆妹惊呼：“什么？陈天冉居然带着菲菲去挖盗洞刨坑啊？不会吧？”霸总孟晨晨笑道：“是那个考古爱好者吗？”呆妹重重点头：“对啊，幸亏当时我没有被分配给他，不然的话，现在可就是要拿着铲子挖土了。”忽然有点同情菲菲了，这陈天冉居然真的带他去挖洞，这得是多么钢铁直男才能做出来的事情。孟晨晨随手丢掉吃了一口的贵族黄金草莓，嗤笑道：“可话说回来，真要是挖出盗洞，那才算期望不落空。他现在所做的不就是一个笑话？”录音棚里刚唱完歌的周周也无奈摇头，幸好我没有被跟陈天冉组成 CP。校园里刚打完篮球赛的吴晨帆看着热搜差点笑出声，菲菲恐怕现在心里应该也是很后悔了。一个顶流女星参加恋综节目，非但没有尝到公主般的对待，结果还要费力的去干粗活。一旁的屯屯掩嘴偷笑，庆幸自己阴差阳错躲过了和陈天冉组 CP 的命运。观察室内，不是吧？我还以为这小子会来个反转什么的，结果他真的带菲菲去挖洞。陈思成面露不敢置信，郭小四好奇心爆棚，导播快把镜头切到菲菲他们组。花生急切大喊：“对，赶紧切，赶紧切换！这钢铁直男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的女神？居然让她干粗活！”大屏幕刷的切换，森林中我已经换上工兵铲，正指导着刘菲菲。菲菲必须是腰部用力，只有这样子才能施展出全身的力气并挖出土。使上劲，是这样吗？刘菲菲费劲的抓着工兵铲挖着，脸上却洋溢着兴奋的笑容。毕竟谁能抗拒挖土带来的纯粹快乐？看着屏幕，观察室众人齐齐沉默。花生咬牙切齿，这货简直是不当人，那可是刘菲菲啊，她怎么舍得让那么一个女神跟她去挖洞啊？这是什么魔幻电影？孟非却悠悠开口，我倒是觉得她的做法有点子东西。陈思成疑惑道：“孟老师怎么说？”孟非老道的分析：“你们细想，谈恋爱的时候不就是要有动力才会有干劲吗？而这陈天然显然是很会调动这一点，他让刘菲菲觉得只要挖了洞，可能真的能挖到盗洞，就算最后什么也没有挖到，但是这参与的体验感就有了，两人之间羁绊那不就悄然间提升了？”众人惊愕，再看向屏幕上的背影，只觉得高深莫测，他难道是个天才？郭小四忍不住赞叹。就在所有人以为挖坑只是陈天冉促进关系的恋综策略时，挖到了，挖到了，小哥，我挖到了！刘菲菲惊喜的声音响彻直播间，只见一个漆黑幽深的洞口赫然出现，充斥着未知的恐怖。我笑着看向他，恭喜你，你成功铸就了历史。闻言的刘菲菲极度兴奋，原本只是一腔热血配合演戏，谁能想到居然真挖到了实物。同时间直播间彻底沸腾，网友弟震惊的说道：“开什么国际玩笑啊，这地方真有盗洞啊！”我弟乖乖，原本以为这不过就是剧本杀的环节，结果还真有盗洞。观察室内，主持人一早惊的说不出来话，不是这怎么回事？我们节目啥时候有剧本了？陈思成和郭小四作为导演，一眼就看出这是一镜到底的挖坑画面，绝不是提前布景能做出来的。土壤的夯实程度骗不了内行人。两人倒吸一口凉气，默契的闭上了嘴，越来越玄乎了，别等会儿真的下去了。唯独花生还在强行挽尊，这小子有点东西，居然耗费那么大的周章，事先做了个盗洞实景。不过哪有女孩子会喜欢这种东西的？这就是钢铁直男的思维啊！换作是我少说也要在这里事先埋个盒子，里面然后放上点鲜花之类的。
那才叫浪漫。众人无语，孟非直接反驳，相比较花生的这种方式，还是纯天然的更好。鲜花玫瑰早就是送烂了的礼物，可如果送的是一份惊奇险，那意义可就有些不同了。在这没有什么起伏和波澜的社会里，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颗想要放纵的心。但如果在这时候你可以加入一场冒险，那么你试想一下，你会不会觉得很兴奋？依依瞬间被带入，此话一出，众人惊呼：对啊，要是有个人说要带我去冒险的话，我肯定二话不说就答应，这可比说走就走的旅行还要刺激呢。花生脸黑如炭，弹幕却纷纷膜拜。节目组后台，王导眼疾手快的将一些无法解释的弹幕删掉禁言。副导看呆了，不是王导，这小子都挖出洞了，连官微都关注咱们了，你这样控制言论会不会有问题啊？王导指了指屏幕上突破5000万的真实在线人数，斩钉截铁道：吩咐下去，给我们的外景组每个人都发一只鸡腿。这句话一出，副导彻底闭嘴。与此同时，考古研究所内，段梦玲翻阅完古籍震惊不已。古籍中对于温韬的这一段记载并不多，但几乎都在说明一个事实：他曾试图盗取过始皇陵，甚至是已经挖掘了一条盗洞，但由于某些原因并没有成功。还没想完，手机震动，看到微博热搜，他失声惊呼：什么挖出盗洞了？他立刻点开直播，因为这或许真是历史性的一刻。直播画面上，刘菲菲还在兴奋中，而我已从背包里取出一支香烛，点燃后缓缓放到洞口处，火苗笔挺竖立。刘菲菲好奇道：小哥，你这是在做什么？现在天还没黑吧？怎么还点上香烛了？这都是导斗行当里的规矩。我煞有其事地说道：鬼吹灯灭，则说明这一处的墓绝对不能下。话音刚落，随着唰的一声，一股阴风从洞内吹来，蜡烛瞬间熄灭，天色不知觉间已经非常阴暗。当灯灭那一刻，一股微风从洞内飘来，令刘菲菲下意识打了个寒战。她回眸再看向幽深的洞口时，一抹没来由的畏惧涌上心头。这怎么蜡烛都灭了？我嘴角微微抽搐，心说都装到这里了，要是不继续下去，那岂不是有些丢人？旋即我笑了笑，有道是鬼吹灯灭，此墓不可下，可若是灯复燃呢？说话间，我拿出火折子再度点燃香烛，又随着唰的一声，一缕火苗再度腾起，我直接将它又凑回到了洞口之中。刘菲菲看到这一幕，整个人都懵了，还能这样？直播间众水友一时间也绷不住了。他拿出香烛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点逗逼，这种小说里面的操作，他居然还拿出来显。结果香烛真灭了，可最离谱的还是他竟然又给香烛点上，笑不活了。摸金祖师爷见状都要跳出来给他磕3个响头。第一次鬼吹了墓不能下，第二次没吹那就下墓。我看着火苗继续开口道：目前来看，这道洞里面氧气应当还算充足，可以下去。闻言的刘菲菲玲珑的脑袋上冒出大大的问号。我义正言辞道：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刚见面的时候我就说要带你去探索始皇陵，而现在我们将要见证一个又一个历史，你准备好了吗？此话一出，刘菲菲再度低头看向那黑漆漆的洞口，心中的畏惧愈发强烈，甚至觉得这不像是假的。以前拍戏的时候也没有过那么真的操作吧？什么时候不仅是那么厉害了？这让他略显犹豫道：那个我能不能再考虑一下？这还考虑啥？洞都是你挖的。我嘴角一咧，抬手指向无人直播球，摄像头为证，你是共犯。这个举动让刘菲菲更加懵逼，脸上写满问号，心说这剧本杀连直播间都给揽进来了。见他依然疑惑不已，我继续蛊惑道：你还在犹豫什么？挖都挖了，就别想太多了，要是错过这个机会，可就没有下次了。可突然下一秒，我毫无征兆的一把扛起他，纵身一跃，直接跳入盗洞之中。刘菲菲那惨绝人寰的叫声不但响彻林间，更是吸引了此刻正在林中寻找东西的一群人。好凄厉的惨叫声！一名面容硬朗、戴着金丝眼镜框的中年人抬起头四下张望，难道是有人遇害了？在他身侧，一名穿着特战服的壮汉一步迈出：我去看看情况，多加小心。中年人叮嘱了一句，旋即看向一旁正拿着罗盘勘察位置的老者：于老怎么样了？能确定那条传说中的墓道位置吗？照理来说，应当不会有太大的差池。于老重重点头，却又无奈道：这里的磁场略微有些混乱，暂时很难确定。中年人闻言，神色稍稍暗了下去。他是骊山考古研究所的所长孙东庆教授，这次偶然得到绝密信息，通向始皇陵地宫的墓道不止明面上的4条，而是5条。得知消息后，他立刻秘密邀请了风水民调局的局长于德以及军区大佬一同行动。毕竟始皇陵关乎文明传承，更有传闻其中藏有改变一方世界的宝藏。世间奇人异事诸多，一旦消息走漏，势必引来宵小潜入。他们必须以最快速度找到墓道并进行秘密保护。可即便有风水大师用罗盘定位，依然难以准确定位。孙东庆犯了难，晚一天发现墓道，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正一筹莫展之时，负责陪护的军区特战小队长吴俊松在对讲机中传音：我是吴俊松，3点钟方向，这边有情况，快带孙教授和于老过来。众人相视一眼，迅速赶往。这种时候，任何情况都必须重视。当孙东庆赶到，看到地上那个偌大的坑洞时，整个人都呆滞住了。这里怎么可能会有盗洞？他表情古怪地看向吴俊松，又回头看向拿着罗盘，表情逐渐凝固的于老。于老抬手做了个噤声的动作，迈开步子施展独家罗盘定位术。天有乾坤，地有干支。忽然，原本因磁场混乱而不断旋转的罗盘指针猛地停住，笔直地指向了那个明显刚被挖开的盗洞。这一刻，现场众人的脸色皆是极其难看。孙东庆沉声开口：
有人捷足先登了。与此同时，观察室内，众人在看到我那一手强行绑架下洞的操作后，皆是忍不住拍案叫绝：这小子是真不当人啊！陈思成忍不住出声，郭小四满脸震撼，原来还能这样操作。我下部电影有头绪了。孟非则是一副磕到 CP 的姨母笑，唯独长桌末尾的花生咬紧了牙关，面露憎恶。而节目组后台，王导满脸痛苦的死捂住了头，而段梦玲也一时之间也不知道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自家老师孙东庆说是要去抓什么盗墓贼，听得他云里雾里的，而这头又疑似是有综艺节目直播下墓，一时间他更显得焦头烂额。正当段梦玲疑惑之际，恋综 CP 官方号上直接发布了一条置顶的辟谣视频，刘菲菲所在直播间发生的一切均为 CG 特效和道具的效果。标题下方是一则短视频，视频中一名青年双指并拢，直接插入一块看似是石头的东西上，瞬间形成了一个跟直播画面上相似的洞口。紧接着这则短视频闪烁出几个大字，请诸位网友切莫带节奏，一切都是虚构，切勿代入。这则短视频发出后，立刻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段梦玲刷着短视频的评论，眼中闪过一丝金光。好啊，小黑子终于露出犄角了，还不承认你们是在实拍？你们发现了第5条墓道。直播画面上，我右手端着支香烛，左手用手电照亮前面的路，在来到一处满地都是木砖碎块的地方后，我停下脚步，不禁感慨道：古往今来，多少盗墓者毁坏多少珍贵文物，文物保护任重而道远了。一旁的刘菲菲缩了缩脖子，嘴角撇了撇，心中暗忖：戏可真多，事先也不打个招呼，要是整出太多黑历史，那我可就要律师函警告了。虽然心里吐槽，可他依然有些期待接下来会遇到什么。至少到现在为止，他自认为摸清楚了我的剧本杀路子，但这又不是拍电影，没有其他工作人员，怎么制造惊悚的机关？两人再度深入，这回我脚步放得更慢了，将手中香烛替换成了几颗玻璃球。正当刘菲菲疑惑时，我忽然甩手弹出一颗玻璃球，随着啪的一声，玻璃球落地，紧接着便是阵阵箭矢离弦之音。我眼疾手快，毫不犹豫抓着刘菲菲一同下腰，惊险躲过那连排弓弩的爆射。电光火石间的变故让刘菲菲没缓过神，哪怕我扶着她站定后，她脑海中回荡着的全是方才那一支箭矢擦着眼前划过的恐怖景象。倘若刚才我没抓住她恐怕已经成了筛子。这让她心有余悸的生生吞了口唾沫，满脑子疑惑：不是剧本吗？为什么搞得那么像真的？就算是橡胶箭头打到人身上也会痛吧？怎么都不是先说一下？她心里涌起一股愠怒，刚想斥责，却惊诧的看到地上竟然有一具白色骸骨。由于常年拍戏，她对骨架道具早已见怪不怪，刹那的害怕过后便没了感觉，心里嘀咕：哼哼，做的倒是挺逼真。刘菲菲刚想开口质问，我已抢先一步道：当年那火打到洞的盗墓贼，在这弓弩机关上已经是折了一个人。我说着缓步走过去，直到这时候，刘菲菲才意识到对面是一堵石门，上面罗列着像是八卦般晦涩难懂的图形。这让他下意识问道：小哥，你口中的那伙人是谁啊？闻言的我回头随意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当就是温涛之流。说完，我视线再度落在那八卦图形上，这与16字风水秘术中记录的有较大区别，不管是卦的位置还是图形都很古怪。很显然，这石门机关需要解开八卦方可通行。我一时间陷入沉思，身后的刘菲菲脸上满是愕然，心说我连剧本都没有，还怎么？那就不管你了。秋后一块算账。他这般想着，下意识迈了一步，然而落脚处的石板却猛地一沉，咔嚓一声，一道清脆的齿轮转动声骤然响起。刘菲菲的表情瞬间凝固，不知所措的喃喃道：不是，这到底怎么了？随着机关被触发，我不做任何犹豫，抱步冲出，伸手便揽住了刘菲菲纤细的腰肢，吐起葫芦间，我抱着她猛地飞退，远离石门。下一瞬，接连的箭矢离弦声如狂风骤雨般爆发，密集的破空声就像是一场惨烈的枪战。刘菲菲早就被这真实而恐怖的阵仗吓懵了，死死靠在我怀里，使劲缩着脖子，瑟瑟发抖。哪怕我有摸金符中传授的各种机关知识，像这等密集的弓弩机关也是头回见到。可以说，这石门的设计者在设计之初就想让破局之人身死。随着弓弩爆射的声音渐渐弱下，我屏住呼吸，刚想动身，怀里的刘菲菲却紧紧抓住我的衣襟，使劲摇头道：不演了，不演了，我们不演了好不好？她仰着头，眼眶中泛起丝丝泪花，一副我见犹怜之态。我稳住心神，缓缓摇头：回不去了的。我说着抬眸示意后方，一道石门已缓缓落下，彻底封死了退路。当刘菲菲触发机关开始，这一段墓道的机关便已彻底爆发。若是无法破局进入下一关，我们必将死于此地。接着又是咔嚓几声，接连不断的齿轮转动声此起彼伏，谁也不知道下一秒箭矢会从什么地方爆射。刘菲菲紧张的娇躯微颤，她逐渐意识到这好像不是假的，不像是在玩剧本杀。谁家剧本杀连机关都能做得那么逼真？我眸光扫视着墓道的每一个角落，16字风水秘术除了能分金定穴，还能看破风水格局。如今机关启动，风水格局映入眼帘，但我唯一的疑惑点还在那石门之上。诡异的八卦图形让我有些看不透，上面除了图形，就是3个叠加并且可以转动的圆盘。以这条墓道的机关之多来看，一旦转动出错，必定九死一生。此时两面墙壁已渐渐露出一支支弓弩机关，闪烁着寒光的箭矢毫无意外全部瞄准了我们。刘菲菲余光瞥见这些，害怕得不断念叨：
道。下一秒我的一句话却令他愣在原地。你相信我吗？这句话让刘菲菲傻眼，根本不明白这时候说这个干嘛。相信吗？我盯着他再度问道。刘菲菲看着周围那一道道闪烁寒光的箭头，心都快跳到嗓子眼。相信。话音刚落，他所依靠的支柱瞬间消失，他惊恐间视线随之落到石门之上，而同时我的身影已快若闪电般抵达门前。我手法极快地转动上方轮盘，齿轮转动声愈加紧密，咔嚓的声音就像是死亡倒计时，在刘菲菲耳畔回荡。她害怕的根本不敢动。下一秒，随着嗡的一声，机关破除，藏匿在墙体当中的弓弩纷纷重新退缩进墙内。安全了吗？刘菲菲下意识呢喃。然而话音未落，一声刺耳的箭矢离弦之音在墓道中炸响，手电光芒照射下，恰巧扫到那只飞速爆射而来的残箭，其方向直指刘菲菲面门。刘菲菲瞳孔骤缩，双脚如灌铅般无法挪移半分，眼睁睁看着那支箭矢离她越来越近。来自于死亡的威胁令她心中升起一抹绝望。念头刚起，一道身影骤然腾挪而现，我双指并出，以雷霆之势拦腰截断箭矢。有我在，你绝不会有事。我眼神坚定，缓缓将手中被折断的箭矢残肢丢在地上。这一刻，刘菲菲才彻底放松下来，蹲在地上，失魂落魄的大哭起来。明明是来上恋综，怎么专干那么危险的事情啊？当机关彻底破除时，直播间原本沉寂的弹幕区彻底炸了。该死的陈狗，你居然敢让刘菲菲遭那么大的委屈！各位别太入戏，这都是陈天冉安排的剧本桥段。什么危险？那都是事先弄好的，纯粹是唬人的。别看刘菲菲现在哭得那么稀里哗啦，这说明咱神仙姐姐演技好啊。此言一出，颇有道理。虽然是剧本，都设定好的机关，但是菲菲事先又不知道，会有些惊吓也属正常。然后借着惊吓直接发挥演技大哭，厉害啊！果然真实反应才是最好的演技。相比较弹幕的炸裂，观察室却显得死一般寂静，因为所有人都傻眼了。这不是恋综吗？这明明放的是盗墓电影吧？不对劲啊！主持人依依率先回过神来，他当即看向4位呆若木鸡的观察员。陈导，您对这情况怎么评价？陈思成满脸发懵，心说怎么评价？我拿什么评价？这但凡是个业内人士都能看出来，这没有丝毫不紧痕迹。但凡有一点假，他都敢去啃桌板。他想不明白王导是怎么敢的。前面在风水上蹦跶也就算了，可这都真下幕了还不中断，真就为了热度不要命啊！虽然心里有无尽的话想吐槽，但毕竟拿了通告费，总不能拆台。陈思成只能抢笑着说道：“这陈天冉啊，手段还真不是一般的高啊！在别人想方设法跟女嘉宾制造互动机会的时候，他则是利用这种事先设置好的机关来制造紧张气氛，从而让 CP 对象自投罗网。这一点倒是跟密室逃脱这种玩法有点相似。”依依微微点头，还真是哎。他转而看向郭小四，郭小四自然也看出了端倪，强撑着笑容附和道：“与其说陈天冉的套路深，倒不如说刘菲菲也很配合。你们看看那演技，要是没有一点演的成分，都达不到这样的视觉效果。不得不说，这两人之间的 CP 弧度也是越来越明显了。我也有点磕他们俩的 CP。”依依笑着，随后看向长桌一角黑着脸的花生，花生脑海中满是刘菲菲依偎在我怀中的情景，酸的脸都皱成了柠檬。我怎么口水从眼角流下来？网络上无数剪辑师在看到机关破除的那一刻，纷纷动起小手。当他们将这段惊险刺激的片段传上去后，直接霸榜热搜，全网疯狂。恋综变盗墓，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接连的几条新闻直窜热搜榜前列，无数网友点开短视频，看了我带着刘菲菲破除机关的画面后，全都惊呆了。你管这叫节目效果？是一个剧本杀，离谱！节目组，你敢不敢再离谱一点？就你们这种制作水平，不拿最佳电影都说不过去啊！要不是旁边始终挂着一行水印说这是节目效果，剧情需要，否则我真的以为刘菲菲被一个男嘉宾拐去下幕了。就视频当中的这反应，简直是太真实了。不是啊，你们真以为这是假的？我一个电影行业的朋友在看完视频后直接跟我说，这种机关效果连一点不紧痕迹都没有，这根本就不是假的，纯粹就是真的。随着舆论发酵，分歧点越来越集中在真假之上，即便节目组使劲辟谣，但不少网友依然不买账。与此同时，风水民调局内，潘宗博原本已经屏蔽了恋综相关信息，但这次热度实在太高，他还是刷到了那段视频。视频里弓弩机关何等凶悍，渐渐直奔要害。饶是如此，画面上的我却应对得心应手，仿佛早有预料。哪怕后面刘菲菲触发了全局机关，我依然气定神闲，争分夺秒破解了师门。这半分钟的视频，看得潘宗博眉头直跳，扯太扯，这种身手也就那江湖八门中人才有，可他们又怎么可能闲得没事去参加这恋综？离谱，真是离谱！由于没看到前面鬼市的铺垫，潘宗博隐隐觉得这就是节目组在故意搞流量，妄图让大众以为综艺嘉宾真通过风水手段发现了考古队都没找到的第5条墓道，这简直就是对我们风水民调局的侮辱！潘宗博一拍桌子，怒不可遏。当年始皇陵的勘测动用了无数大佬，他们局长于老就在其列，专门负责寻找墓道。这要是舆论真信了第5条墓道的存在，岂不是在打自家局长的脸？这哪能坐得住？他当即用电脑登上风水民调局的官微，转发了那则短视频，并评论道：“谣言止于智者，始皇陵从不存在第5条墓道，切莫大肆传播，造成普通民众认知错误。”随着官微发声，网络上再次掀起滔天巨浪，舆论愈演愈烈。而恋爱 CP 节目组后台，王导此刻已经急得一个头2个大，在场的内部人员都清楚，刚才的直播画面是有多离谱，这可是实打实的直播盗墓啊！300-400%要被请去喝茶。正当众人满脸焦急之际，一名副导眉头舒展地走到王导身旁：“王导，好事啊！”王导顶着发黑的眼圈怒斥：“幸灾乐祸是吧？你别干了！”不是。副导连忙把手机递过去：“王导，
你快看热搜啊！别赶我走，我真没在笑。王导皱着眉接过手机看完后，脸色顿时如菊花盛开般灿烂。我就说吧，咱们这节目全是剧本，全是套路，怎么可能直播盗墓？这种事情谁干得出来，对不对？随后恋爱 CP 的官微立刻转发了那条微博，并疯狂叠假，一切都是虚构，拒绝盗墓。骊山地方考古研究所内，段梦玲看着网络上一片哗然，脑瓜子嗡嗡的，怎么回事？风水民调局怎么直接打假了？难道说这真是假的？可这他脑海中不断回放着直播里我破局的操作，虽然不可思议，但分明有迹可循。不对，段梦玲眉头一紧，一定是有人想要隐瞒什么。随后他双眼死死盯着刘菲菲的直播间，试图找出任何能证明他们就是在直播盗墓的蛛丝马迹。直播画面上，我已带着失魂落魄的刘菲菲离开了满是机关的墓道，进入了一条较为狭长的甬道。经过短暂平复，刘菲菲缓过劲来，我向她解释，这机关墓道类似于单行道，只可前进，断不可后退，否则可能会触发更加危险的机关。心有余悸的刘菲菲只能暗暗鼓起勇气，跟着我继续深入。可就在这时，一道拱门出现，一股无形的危机感扑面而来。这是一处格局与前面较为相似的墓道，但那种极具压迫感的氛围令刘菲菲害怕地攥紧了小手，又往我身旁凑了凑。我此时面色凝重，倒不是因为危机感，而是脑海中响起了系统提示：叮，恭喜宿主16字风水秘术等级提升至 LV2， 几次使用就让技能升了级。这番提升后，我对风水有了更深的了解，尤其是一进这四方墓道，结合摸金符的机关知识，不过寸隙之间，我已洞悉了这里的门道。索性我准备直接迈步走去，这一举动顿时让刘菲菲慌乱道：等等小哥，你这样过去会触发机关的吧？一想到刚才公弩爆射的画面，她好不容易红润一点的脸蛋再次煞白，我却淡定道：放心，这里的机关还算简单，你跟着我的步子走就行，绝不会有危险的。说着，就在她担忧的目光中，我迈出一步，稳稳踩在了一块木砖之上，落地声响起。刘菲菲害怕地看向四周，却发现没有任何机关被触发。紧接着我转过身朝她伸手，来，一块木砖之上可以站2个人，慢点走，总是能安全的。真的吗？刘菲菲微微昂起头，眼底闪过一丝不信任，但回想起刚才石门出的绝技，她只能将疑虑抛之脑后，屏住呼吸一步迈了过来，随后双脚稳稳落在我站着的木砖上。预想中的机关声并未响起，刘菲菲脸上再度扬起笑容，可她刚一抬头，却猛地发现自己此时和我的站位略显暧昧，两人相距不过1寸，甚至能清楚感受到对方呼出的气息。一抹酡红不经意间攀上面颊，她怯生生道：你把脸转过去，这样看着我好尴尬。我倒是没什么感觉，索性把头一撇。刘菲菲眼角余光扫过我这副直男模样，微微有些不满，随后两人便依着同样的方式，我先跳，她紧随其后，每跳一块砖都会反复上演同样的戏码。对于我们当事人来说或许是尴尬，可在直播间网友眼里，这简直要磕疯了。尼玛陈狗，你怎么敢设计这种能够促进两人火花的机关？受死吧！随着直播间画风变得暧昧，观察室里始终懵逼的众人终于找到了一点上班的感觉。依依率先打破僵局，两人的 CP 感这乍一看还挺强烈啊。孟老师你说呢？可孟非还没开口，黑着脸的花生满脸愤慨的抢断：套路，这就是套路。菲菲只不过是在跟他演戏罢了。这陈天冉居然开始得寸进尺了，我觉得他这脚边上肯定是没有任何机关的，然后故意说有机关，从而促使菲菲配合他表演，进而占便宜。陈思成听着他激动的发言，嘴角微抽，心说这小子难道没看出来这墓道是真墓道吗？郭小四也有同感，但碍于直播始终无法拆穿，被打断的孟非眉头微拧，慢条斯理道：自古以来，套路最得人心的道理你不懂吗？就算是这墓道并没有任何的机关，但陈天冉说了，而刘菲菲配合了，这背后意味着什么，也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再加上那画面上特写镜头的微表情，我这一把年纪了，也感受到磕 CP 的快乐了。一番话对的花生脸更黑了，看向屏幕上的我愈发气愤，可恶，那是我的女神。不过转念一想，官网还有投票重组 CP 的环节，只要菲菲不跟这狗贼在一起，跟谁都行。想到这，花生的面色稍稍缓和，可下一秒，耳麦中突然传来王导的声音：嘉宾们注意好，我们的节目内容恐怕要发生一些改变了。众人一愣，花生嘴角缓缓扬起，导演看不下去了，他要出手阻止这种荒唐行径。紧接着王导的声音再次传来：目前来看，直播的人基本上全部都是冲着刘菲菲和陈天冉来的，所以其他3组 CP 之后就不播放了，请你们专注这一场冒险直播，等会儿我也会把综艺名字给改。此话一出，观察室内众人嘴角疯狂抽搐，什么鬼？一个陈天冉直接带歪整个综艺节目，你不要太离谱啊！这一刻，花生的脸色难看到了极致，他双拳紧握却无处发泄。但就在这时，直播画面上意外突生，墓道之中，我和刘菲菲依然保持着节奏前进，暧昧尴尬的氛围化解了那浓厚的危机感，令刘菲菲稍稍放松了一丝警惕。就在即将走到尽头时，她右脚猛地一下踩歪在了另一块木砖上，随着咔嚓一声，清脆刺耳的齿轮转动之音骤然炸响，刚刚消失的恐惧瞬间如潮水般再度将她死死包裹。小哥！刘菲菲惊恐的尖叫声中，我猛然抓住她的手，只见她脚下所踩的木砖已瞬间消失，意外再次突生。我身形一晃，也是险些跌落，但是幸好在这危难之间，我直接抱住了她。瞬间，无人直播机的探照灯扫到了木砖下方，那是一根根反射着寒光的3棱刺。刘菲菲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猛地把头死死缩进我怀里，完全不敢想象一旦跌落会是什么下场。这一刻，所有观看直播的人全部屏住呼吸，只见我缓缓直起身体，然后将怀中的刘菲菲直接扛到了
了肩膀上，对不住了。但是只有这样，我才能发挥最大的速度。刘菲菲脑子完全是懵的，而在感受到我左手抓着的地方时，顿时脸颊红透。我稳住心神，此刻周围的木砖竟全部恢复如初，但我很清楚，机关格局已经彻底改变，生路位置也在随时变化。刚才计算好的落脚点硬生生改变，说明这里的格局是活的，只有摸清规律才能行动，否则便是死路一条。时间一点点流逝，观看直播的众人都紧张的想骂人了，尤其是当木砖从镜头开始再度塌陷时，所有人都懵了。就在所有人焦急之际，我终于动了，同时口中轻吐一句：前为刚正，必然脚踏实地，对位顺天衣食。所以真正的生路在这里，身影如魅。在脚下木砖消失的瞬间，我已吐起葫芦般开始狂奔。与此前不同，这次我的速度奇快，脚尖只是触及木砖便立刻脱离，而那一块木砖紧接着便坠入深渊。这惊心动魄的一幕，看得所有人提心吊胆。同样，他们也听不懂我在念叨什么。观察室内众人看着我左右蹦跳的身影，表情逐渐发懵。陈思成呢喃着风水八卦，他好像真的懂啊。主持人一一疑惑道：陈老师你也懂？不是。陈思成摇头道：以前我曾在请教一位风水大师的时候，听过对方说起过类似的话，这应当是一种针对风水局进行破解时所会运用到的。长桌末尾花生表情愈发难看，当即反驳道：可这些不都是事先布置好的？这样也不能说明他会什么风水术吧？这种东西我也行啊。这番话再度遭到了在场所有人的白眼。郭小四咳嗽了一声，冷冷道：那你有他那样的身手吗？这番身手可没法用威呀。就在花生被噎死的同时，直播画面上，我在即将回到入口的瞬间，又是一步跳转折返，同时怒骂一句：又变了。风水格局不断变化，我一阵焦头烂额。可就在这时，我眼眸一亮，猛地发现天花板上竟有一个较小的匣子，其上有孔。原来在这里，我呢喃一声，对着肩膀上早被颠得翻江倒海的刘菲菲丢下一句：你在这里等等，我去就回。刘菲菲满脸发懵的被我一把放在了仅剩的石砖上，而同时那不断塌陷的黑洞已经快要逼近她的脚下，而我却在这一瞬间转身离去。直播间所有人都傻眼了，在全网的疯狂谩骂声中，我却一脚踏在边缘，整个人拔地而起，跃起足有数米之高。发丘双指在这一刻爆发威能。发丘双指本就极为擅长破解小型机关，而任何的一个风水局，除了直接寻找生路离开之外，还有一种方法便是直接找到阵眼，将之破解。相较于前者，后者的难度无疑非常之高。随着我纵身一跃，双指精准没入匣子的洞眼之中，双指肌肤上瞬间感受到了一种森冷的寒芒感，好似有千万根毒针蓄势待发。只要我的双指有任何不当的微操，便会立刻将之废除。没多久，伴随我口中一声怒吼破，发丘双指猛地发力，只听一阵击阔错位的闷响，地面上原本还在不断塌陷掉落的木砖，顷刻间死死锁住复原，就像是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一般。地面上惊慌之中的刘菲菲也在这时缓缓稳住心神，她看向我落地的身影，绝望与不安在这一刻荡然无存。小哥，而我却没有看他，只是盯着从天花板上卸下来的匣子，陷入短暂沉思。直播间里原本还在疯狂臭骂陈狗的弹幕，此刻清一色的开始狂吹我这个动作真的是帅爆了。此时骊山考古研究所休息室中，段梦玲看着直播画面，嘴角不断抽搐，这还是人吗？她深吸一口气，随后便开始了动作。虽然这陈天然表现出的能力简直不符合常理，但是这场直播本身就不合理，尤其是这些机关的精巧程度，就算让现代最顶尖的影视公司去复刻，都不可能办到，更别提其中还蕴含着生涩的风水知识，以一镜到底的直播方式呈现，别开玩笑了，根本做不到。因此段梦玲更加笃定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恋爱 CP 这档子节目有大问题。她立刻将这段视频裁剪下来，逐帧进行分析，准备制作成打假反锤的短视频。虽然耗时，但这意义极为重大。倘若真的发现了从未被证实的第5条墓道，那必将载入史册。一想到这段，梦玲心绪激动，可转念想到自家老师孙东庆刚带队去抓盗墓贼，他又有些迷惑。这年头还有敢动始皇陵的盗墓贼吗？他抬头看向直播画面里的两人，嘴角一抽，应该没有那么巧合吧。墓道内，刘菲菲在稳定心神后，怯生生的小心试探着脚边的木砖，确定不会再塌陷后，她快速跑到我身旁，只有待在我身边，她才能获得最大的安全感。哪怕我刚才把她粗暴的丢在了随时会塌陷的绝境上，那也是情况紧急，绝不是故意的。对，一定是这样。她看向我手中的匣子，疑惑道：小哥，这是什么？我愣了愣，随后道：机关匣子。刚才短暂的观察让我看出了一丝端倪。起初进入这处墓道时，我就感觉古怪，特别是施展16字风水秘术确定生路后，却差点遇险。直到发现了这只机关匣子，所有谜题才算解开。原本的机关墓道恐怕并没有这么复杂，但当有人事后强行增加并篡改了阵眼后，这里的危险变成指数倍增长。而我能想到的篡改者只有温涛，一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官办盗墓贼，有着绝对的硬实力。至于他为什么会在离开时又复原并强化了墓道机关，这还是个谜。我简短的向刘菲菲说明了情况，也不指望她能听懂，只要能震慑住她就行。忽然刘菲菲哇的一声，露出一副不明觉厉的模样，直播间内的水友们则有些绷不住了。我擦，这剧情有点东西啊！没有任何意外，这一段视频成功被剪辑师们发到了短视频 app 上。
再度引爆全网。起初所有人都在咬牙切齿的磕 CP， 接着大骂我抛下刘菲菲，最后又齐刷刷贵妇喊陈哥牛皮。风水民调局的潘宗博也刷到了这条视频。当我那伸手展现时，他不由得想起了曾经跟局长出任务时见识过的那几位江湖八门高手的强大，一时间潘宗博都有些动摇，难不成局长当年真的勘测错了？可当我向刘菲菲解释机关匣子是温涛留下的时，他不禁骂道：什么玩意？温涛留下的，真是有够扯的！我刚才居然有些动摇。潘宗博摇了摇头，心说这年头的电影制作真是越来越强了，要不是自己知道是假的，还真会信。想到这里，他犹豫了一下，掏出手机给局长于老打电话，可卫星电话响了好几遍，却始终无人接听，只好作罢。与此同时，到洞外，孙东庆等人还在做下目前的各项准备。各位由于不清楚这一次盗墓贼的数量，危机也不清楚，所以我特别向上面申请了同卫队的支援。孙东庆面色凝重，掷地有声地看向众人。于老和吴俊松相视一眼，并没有多说什么，他们很清楚用不用得上另说，但准备后手总是没错的。随后一番准备过后，吴俊松派遣手下特种兵先行下盗洞探路，于老则在一旁不断拨动罗盘，双眼微微眯起。老孙，这次我陪你一同下去。闻言的孙东庆眉头一挑，正色道。于老沉下面色，正色道，勉强挤出一丝苦笑。这次估计是大凶。作为几十年的老友，他很清楚于老的能力，既然对方都说是大凶，那这下面的危险只会远超想象。于是他略作思忖，叹了口气，如果不是时间不允许，否则就直接请同卫队出手。但现在所要做的还是追击那几个下去的人，赶在他们夺取始皇陵地宫中的瑰宝前拦下。老于，这次劳烦你了。闻言的于老苦涩地笑了笑，这又算得了什么？正当两人说话间，下方探路的队员传来声音，吴队有发现。吴俊松闻言，立刻带着孙东庆和于德下入盗洞，来到了目标地点，就是这里。下属抬手指着一块巨石上的洞眼，吴队，根据我的经验，这应当是刚留下不久。吴俊松上前打量了一眼，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赞叹道：好强的力量，这应该是用手指造成的。如此力量，而且还能把控着不产生裂缝，足可见此人的实力强大，恐怕已经是可以达到进入同卫队的级别。一旁的于老上前细细观察，凝重开口，这种手法倒也不像是八门中人的，或许是江湖散客，纯粹的盗墓贼。听到这番话，现场不少人都微微松了口气。孙东庆开口道：不是八门中人，相对来说算是好消息吧。于老的眉头却死死皱起，留下这痕迹，那他们的目的恐怕是在示威了。示威？吴俊松冷哼一声，我虽然承认他那一只很强，但我同样也不是吃素的。他说着便是一拳狠狠轰击在巨石上，巨石瞬间塌陷掉落数块碎石。就在这时，前面负责探路的特战队成员通过无线电急促传回消息：吴队，这里发现盗墓贼痕迹。众人闻言火速赶往，结果一到地方便看到了那满地散落的断裂剑矢。可也就在这时，一声巨响，他们身后的退路瞬间被一道轰然落下的石门死死阻断。一时间现场所有人的面色极为难看。孙东庆当即大喊：诸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根据这盗墓贼所留下的痕迹，我们基本可以判断这里是一处公弩机关墓道，而这种墓道机关的触发点就在于我们脚下的木砖。特战队员王刚听到这番话，当即僵在原地，不敢多挪动半步，握着枪的手却是越看越紧。孙东庆满头冷汗地继续解释道：现在的这机关应当是活了，所以你们千万别乱动，只有等那扇石门开启后才能动，明白吗？众人重重点头，皆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时身手最好的吴俊松跃跃欲试地开口道：教授，我们应该需要一个人接近那扇门吧？孙东庆点头道：对。闻言，吴俊松当即卸下身上的枪，左右活动了一番筋骨，开口道：既然这样，那这任务就交给我了。虽然我还差点意思才能进入到同卫队，但是这盗墓贼都能闯过的关卡，我同样也可以。孙东庆没多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找一根绳子绑住你的腰，然后让队员拉着，稍有不对也可以救你一命。吴俊松虽然对自己实力有信心，但也知道墓道凶险，只能应下。紧接着他在腰间缠紧麻绳，轻步向前走去，看似轻巧，实则每一步都走得格外小心。可眼看即将到达石门，却始终没有触发机关，这不禁令吴俊松疑惑地回头道：教授，是不是机关被触发过一次之后就不能用了吧？小心！孙东庆猛地凄厉惊呼。吴俊松反应奇快，迅速侧身躲闪，下一秒数支箭矢如毒蛇般迅速爆射而来，直指面门。身后的特战队员眼疾手快，猛地向后死命拉着绳索，这才勉强将他拽出必杀范围，保住一命。他死里逃生，面色彻底凝重起来。好快的箭速，这等速度必须是同卫队级别的人才能做出的反应。可要想躲过那么多箭矢的齐射，这个盗墓贼到底达到了什么样层次的实力？难道说是同卫队之上？吴俊松深深吸了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骇然，觉得对方或许凭借的只是对机关熟悉。随后在一番极为艰难、险象环生的躲闪中，他终于带着一身冷汗来到了石门旁，厉声大吼：孙教授！孙东庆闻言焦急地看向一旁的于老，于老的面色却越来越难看，甚至开始绝望的嘴角抽搐。这八卦图怎么会那么的古怪？不对，根本不对，不对劲！这种局他是怎么做到破解的？听着他一句句震惊甚至有些绝望的话语，孙东庆隐隐惊惧起来，口中喃喃：他们到底是谁？与此同时，我在给刘菲菲解释完机关匣子后，就将东西暂时收入背包里，带着她穿过拱门，踏入下一段甬道内，依旧是狭小的甬道，只不过这一回刘菲菲的胆子明显大了不少，离我没那么近了。但当手电光打在前方堵住去路的木砖墙上时，她本能的又凑了上来。小哥，有危险！我感受着背脊传来的柔软挤压感，缓缓摇头。
头道：“前面没什么，只不过需要往上走了。”刘菲菲诧异地将手电缓缓向上打去，上方是一个垂直的天井，但四面光滑如镜，显然无法攀爬。小哥，这种情况没法走吧？我咧嘴笑了笑，我们可是买了挂山梯的。紧接着，我从厚重的背包当中取出一把折叠的极为小巧的挂山梯，在刘菲菲惊奇的目光中，犹如变形金刚般缓缓将之拉长卡死，逐渐没入到上方的黑暗之中。小哥，这梯子是怎么做到缩得那么小的？刘菲菲不可思议地问。我笑了笑，机关师的强大远超你的想象，或许我们很快就能再遇到机关师的杰作。这句话如刘菲菲疑惑侧头，结果下一秒一声闷响，刘菲菲身后的退路瞬间落下了一道断龙石门，紧接着天井上方毫无征兆地开始疯狂倒灌大量的水。小哥，刘菲菲惊呼大喊，我一把抓住她，将她摁在了挂山梯上，速度快，水位上涨的速度奇快，身在下方的我眼看着就要被淹没，但我却没有任何爬梯子的举动，反倒是仔细观察起了地面情况，这让刘菲菲愈发神色紧张。